大师兄，你是大师兄？20多年了，难得有人记得我。大师兄，这些年你都到哪儿去了？你的胳膊，胳膊断了，还能长出来？陈真，亮起！什么是正宗？看，看！哼，我才是密宗正宗，谁先来？好，既然当年我们3个为了这个正宗闹得不欢而散，哼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了断。哼，你跟当年一样平庸，不过倒是富态了。哼，要打过之后才知道。赵院长们上！你的武功比你儿子强不了多少。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桓帝，该你了。大师兄，多多指教。
元甲，你是谁？在下是霍家四子，霍元甲。霍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元甲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到底什么功夫？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桓帝不是你师傅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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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师傅是谁？师傅是谁有什么要紧？希望前辈不要再干涉霍赵两家比武了。元甲，你没有资格跟他说话。大师兄，赵师弟这次比武就此作罢，日后比武还有机会，如何？这次赢的算你侥幸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走。是。爹，我们走。哼。元甲，你赢了啊！你赢了，赢了，元甲赢了，元甲赢了，元甲赢了，住！哎呀，住！不要挡路！我没有用你爹爹啊，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要是输了，可别不认账。哼，我死了，不认也认了。大师伯，承让。元甲，没事吧？元甲，没事。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小心一点。哼，原来你就会那么几招，早知如此，我那天就不该放过你。腿伤肯定没好，可是平地相斗，这破绽就露不出来。
如果他的伤没好，你就必须死缠烂打，好过100-200招之后，他的伤就会复发了。你还要去哪里打？我跟你去。看来袁家是撑不住了。他断的是左臂，出腿的时候比出左腿，以右腿和右手保持平衡。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。就在这里。哼，我看你怎么打赢我！冤家，师傅，师傅，走开！我和他还没打完，还没有打完。你和我儿子已经2败俱伤，打成了平手。我向来比武，从无平手，除非对手求饶，否则一定有输赢。可惜的是，我从来没输过，不然你们也早见不到我了。你想怎样才算是分出输赢？对一个武者而言，输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死。那认输呢？认输只是一时一地，所以我才会来。只要是比武，总会有输赢，生或死。好，今天这一战，我替袁家认输了。我要听他说，你认输吗？冤家，冤家，走，快去拿金疮药！哎，快点！你儿子的武功，确实不是你教的，不过他倒是很适合做我的徒弟。可惜呀，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。你和袁家的比武到此为止，下一战我同你打。跟你打没意思，我喜欢跟你儿子打。他今天没输，我们没有打完。你这次下山，不就是为了打败我和赵师弟，好夺回掌门之位吗？你是前辈呀，纠缠一个孩子做什么？我本来也这么想，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儿子都想到了用木桩来加重我的伤势，换做你们2个老东西，绝对想不到。我打完了他，自然会找你们。3日之……什么？3日？袁家现在还昏迷不醒？3日？你放心，从他最后那招来看，他没什么大碍。反正3日之后，再镇败竹林，等到他来为止。哼！师兄，你非要打死我儿子不可吗？码头上每天都有去外地的船，我没有逼迫谁。大师傅，袁家，不要！袁家，不要！大师傅，大师傅！爹，爹，大师伯呢？走了。我昏迷了多久？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怎么好像昏迷了一辈子？袁家，你害怕吗？我做了个噩梦，
我梦见大师伯追着我打，最后拉着我落水，不让我上去，我透不了气。那不是梦，是现实。你选择了习武，就得面对这个现实。你大师伯约你3日之后在镇外竹林再决生死。非如此不可吗？不是的，镇外码头上有船每天都开往外地。你要爹帮你买票。如果我走，那就是懦夫。我霍元甲不是懦夫。好。师傅，还是找个郎中看看吧。没用的，就是华佗在世，也没法在3天之内治好我的腿伤。真真啊，出去站桩。正下雨呢，怎么站？师傅，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雨？出去！陈真，好啊。我上次跟你说的似笑非笑，似尿非尿，你领悟了吗？没有啊，师傅。干什么啊，师傅？没事，练你的功。陈真，你听外面是什么声音？下雨声啊。你听那些打在树叶上的雨声，和打在瓦上的雨声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不就是下雨声吗？你再听，雨水在地上汇流，是什么声音？地上的声音，还不都一样啊？陈真，忘掉所有的声音，听你自己的声音。师傅，我只在肚子饿的时候听到自己肚子里咕咕叫的声音。每个人肚子饿的时候都会咕咕叫，那是肚子的声音，谁都一样。你身体的声音却是独一无二的。凡是高手过招，都是在听对方的声音，听对方的意图，听对方的力道。谁听得清楚，谁就会赢。那怎么样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呢？听之任之，顺其自然。我身如海，杂念如波，风浪虽大，无损于我；风平浪静，水自无波。不过你离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！师傅啊，你一下子教我那么多口诀，我哪记得住啊？陈真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什么啊，师傅？你说什么？师傅，你一定会赢的。我都说过了，在3日之内，除非有转金草，否则转金草是我们山上那种开红花的野草吗？啊，转金草春生夏荣，是活络筋骨的极品，对我的伤有奇效。可惜现在已是深秋，都已经枯没了。总会有2、3棵在山上面吧？山这么大，师傅，天一亮我就上山去找。
贤侄，你来了。哈哈，姨父，把枪扔在地上，是不是有烦心事啊？不是，上次你送那把刀啊，金刚纯重，都新贯直，使了那把刀啊，自家的兵器都使得不顺手了。小侄明白了，小侄这2天就给姨父置办一套像样的兵器，像姨父这样的高手。你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是乡野粗人，好家伙，到了我手里也是糟蹋。姨父，倩楠呢？我说你跟我客套什么呢？管家，哎，快把小姐叫来。哎，是。上次在酒楼一叙，你不是说想在我们静海做点生意，是不是真的？小侄是想在静海做些生意，只是初来乍到，不知如何着手啊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把赵家的生意交给你，你愿意接手吗？这怎么行啊？赵家生意不是由镇南、镇北他们2位来照料吗？哎呀，不要提他们2个了。镇南浮躁鲁莽，整日只知满脸武功；镇北也不过只有一些投机取巧的小聪明。把家业交到他们手里，我不放心啊。何况船厂生意，若有官府漕运关照，会更好做啊。这颜色也适合你。倩楠，倩楠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姨父，这是我送倩楠的西式套装。果然是浏阳回来的人，我是老古董了。表哥，你觉得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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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衣服也如同兵器一样，也是认主人的，穿在表妹身上，真是合体之至啊。对呀。表哥，既然你已经看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表哥再见。你表哥是专程来看你的，你不是说整天闷吗？陪你表哥上街转转。好啊，表哥，你等我换完衣服就来啊。好。这衣服不是挺好的吗？这孩子一点都不像大家闺秀。表妹浑如璞玉，亲切自然，侄儿心中甚是欢喜啊。姨父，船厂之事这2天，侄儿想亲自去看看。好啊，好。表妹，你可知京城皇上的龙椅雕了几条龙，几只凤？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表妹，可知这是谁的诗啊？你一路上不是皇上就是妃子，不是国家大义就是官场传闻，你烦不烦？那表妹，你想听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听，你呢非要张嘴说话呢，就念佛经好了。小二，来茶。好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哎呀，你还真会念佛经啊！我自幼亲心向佛，煌煌大藏不敢称颂，几句心经还是记得的。哦，哎，既然你这么倾心向佛，干嘛不出家当和尚？打兵了！小心呐！哎，你去你的！孩子，娘，孩子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啊。这是你的孩子，以后看好你的孩子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少爷，少爷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吓到你吧？走吧。霍家密宗拳师承师之拳法精义，崇高武德，后辈收徒开馆，发扬光大，则当谨记拳训。10类人等不得入门，争强斗狠、不明事理者不收，体质孱弱、难持修习者不收，40岁以上、5岁以下者不收，女子不收，残疾不收，
已学别家武功，半路投奔者不收。以上全训，皆以江湖前世血泪写成。后辈若更一字，便是欺师灭祖、十恶不赦之罪行。这是你自己定的帮规，我爹可没说不收女子，不收半路徒弟啊。可这全训，我已施行10多年，每年那么多人要投师于我，不都是因为不合于全训而被我拒绝了吗？要是我因为自己的儿子网开一面，霍家拳何以立足？再说袁甲的话也太让人生气了，那是儿子应该说的话吗？哎，一点不明白长辈的心意。老爷，孩子就是孩子，他当然不懂你的心思了。再说，袁甲想法偏激，可是他也是为了你着想啊。就算你不想传他武功，那也应该激励他的斗志吧，也应该帮他把伤医好吧。你就这么放不下面子啊？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刚才去找药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，我回来迟了。哦，不过我找到那个转筋草了。啊！回去找药吧。哦。师傅，你回不回去啊？我起来。哦。好了没有啊？还不行，师傅，再等一会儿。3天之后，他还要跟我比武。哎，袁甲，这个程天笑，他不是冲着你爹和赵伯伯去的吗？怎么跟你斗上了？我爹说这是大师伯的秉性，与人相斗呢，一定要分胜负，不然就要死。哦。那云姐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她应该知道吧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哎，对了，要不你带云姐到外面躲2天？躲？就算我躲得过，霍家也躲不过，我怎么躲呢？哎，袁甲，要是王五师傅，小点声。哎，要是王五师傅在就好了，他能帮上忙。我想不用他帮了。哎，那你爹没教你2招最厉害的应应急呀？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霍家拳帮规森严，我爹他是从来不收半路徒弟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来这一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说了。你帮我一个忙。说。啊，我要是真有什么不测的话，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师傅，把这封信交给云姐。哦，就2封啊，没第3封了。你还真会猜。还有一件事你要帮我。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嘛。哎，可是人家的未婚夫刚从东阳回来了，这合适吗？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不是让你做这种事，我想你帮我去一趟破庙，找我大师伯和他徒弟陈真。找程天笑干什么呀？先听我说完啊！帮我抓点治疗筋骨扭折的药，给他送去，就说你仰慕他武功，但是千万记住，别说是霍家人送的。啊？你送药给他？嗨，我还以为你要我去偷袭他呢。
你3天后就要和他拼命了，你送药给他，还不告诉他是你送的，我想不明白。你帮不帮？好，我送。反正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没想明白过。哎，有一件事我有言在先啊，你一定要答应。你要是3天之后赢了升天笑，你得收我当徒弟啊。3天之后再说吧。爹，霍师傅，袁甲，到我房间来。伤势怎么样了？腰还有点疼，其他地方没有大碍了。奇怪了，你被踢了这么多脚，怎么没有伤到筋骨，只是皮外伤？爹，这是少林寺拍打功。谁教你这些武功的？杂七杂八的你都会。其实无论什么派都无所谓，只要能……住嘴！爹不想教训你。袁甲，你被打伤之后，你知不知道你大师伯怎么说？大师伯怎么说？他说你很适合做他的徒弟。我很适合做他徒弟。我问你啊，当时你说3招之内将他制服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想起了你和我娘跟我说过的话。当大师伯使足了浑身力气之后，他的内伤一定会复发。为什么你先挨他2脚呢？一来可以看清对手出招的路数，二来可以令对手轻敌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2腿要是踢在你太阳穴上，会把你踢死的。如果你这样说，我当然会怕。但当时你就跟野兽一样，怪不得你师傅说你适合做他的徒弟。我问你，你打过架没有？你师傅是什么人？哎，爹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好，我发誓，我师傅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。还有，我从来没有和人打过架。你真的没有打过架？没有，我只是和师傅切磋武艺。如果说打架的话，就是和大师伯这一次。那你师傅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哦，现在还有2天，你作何打算？其实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只是想能多一点时间陪我娘还有云姐，看看书下棋，听天由命，没别的。臭小子，要是你埋怨爹，爹心里还踏实一些。袁甲，刚才爹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叫我多休息，有时间陪陪你和娘。就这些啊？他怎么不多教点武功呢？万一你要有个3长2短，那我可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不更好？你不是特别烦我吗？烦你？我哪烦你了？你不用不承认，不说而已。我是很烦的，又要你做饭、洗衣服，还有时不时的发脾气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烦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怎么做什么事情都像个孩子一样啊？还有，我要跟你说，我不是偷了你的发簪吗？我送给别人了。还有啊，平时你煮的药，大多都被我给倒了，还有参汤也都倒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给你煮了10碗，我就求你喝1碗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你呀，
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我总觉得你像个孩子一样，凡事呢都大大咧咧的，而且缺个心眼儿。不过这些天你扛起事儿来了，我倒觉得你像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愧是咱们老爷的儿子。所以，我倒觉得3天之后要上阵的那个人，不光是我的丈夫，更是个男子汉大英雄。云姐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啊！你怎么还是叫我云姐呢？你呀，有很多事情让我烦。衣服总是有很多洞，你吃饭又爱漏嘴，我总是要跟在后面收拾。还有你人又懒，又不爱洗澡。可是3天之后你要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去跟谁唠叨？糟了，云姐，进来帮我，衣服掉了。啊，袁甲，你怎么了？嘿！哎呀！你好讨厌你！哎呀，这个袁甲。袁甲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3天之后，你和大师伯比完武，你带双绣花鞋回来好不好？又买鞋？以前不是买了吗？你答应我，你别耍赖，好不好？知道了，你好烦呐！看这木质的纹路，质地坚硬，应该是南洋产的游木吧？哟，看不出来，表哥，你还是个内行啊！是啊，可惜你这船厂啊，恐怕没机会翻身了。为什么，表哥？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朝廷跟洋人准备开办铁路，只要铁路一开通，从江南到京师，只需要3、4天的光景。到时候还要你这漕运干什么？表哥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他3、4天就能从那儿到这儿？这我也跟你们说不明白。现在我手里正好有桩大买卖，如果2位感兴趣的话，下午到茶楼一叙吧。好，好，请。请。好。 3、4天，从那儿到这儿。 这位是不是程师傅的高足陈真贤弟啊？啊！你不是叫我贤弟吗？你是客人，你都叫我贤弟了，我当然好好招待你啊！你看，有蜜蜂、蝴蝶、蚂蚁，还有蛇虫鼠蚁，说不定还有老虎过来啊！我是来给你们送药的。送药？
送药干嘛鬼鬼祟祟的？你师傅武功那么好，我怕他一脚踢死我，我当然得小心一点了。你好面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霍家的人吧？呵，一定是霍家的人派你来送药，想害死我师傅。谁是霍家的人呢？我姓刘，我是镇上的郎中，我是仰慕你师傅武功侠义，得知他在比武当中受了伤，特意送药上来的。我在山下打听了好久，才发现这里找到你们的。没想到上来就被你一闷棍给打昏了，还把我吊起来。你是人不是人呐？别以为我怕你啊！快把我放下来！只会说空话，耍我！啊！哎呀！快把我解开！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快把我解开！疼死我了！啊，这么差劲呢？摔两下就大呼小叫的。哎，我看你师傅武功特别厉害，等你师傅好了，让他教我2招。就凭你，怎么了？我当然可以了。练武，站桩要3年。说个口诀给你听：似笑非笑，似尿非尿。什么叫似尿非尿啊？好好琢磨。走啊！来，少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少爷，来，坐，别客气啊，坐。哎呀，大家都是江湖豪士嘛，怎么在女人面前都拘束起来了？来，喝酒。来，我敬2位一杯。喝呀，喝呀，爷，再给您满上。啊，今天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想请问2位，现在在静海做什么生意最赚钱？要是以前嘛，布啊、药材啊、银号啊都还可以。可是现在嘛，福寿膏吧。陈南兄，你果然见识过人呐！眼下朝廷烟禁重解，正是开大烟馆的好机会。我想请2位劝姨父，能不能大家一起合作做这个生意？表哥，你来静海就为这事儿？表哥，我爹的脾气你应该了解，他是老派的武林人士，对着福寿膏恐怕2位不必多虑，我无非想让2位问明姨父的态度。如果这生意做不成呢，还有其他生意呢。来，喝酒。表哥，你干嘛不跟我爹自己说去？大哥，来，喝呀，喝吧。好，最近公务有些忙，我抽出时间一定去找他。来，喝，来喝酒。快喝点儿，好啊。啊，请。海生你来了，姨父上茶。是。事关重大，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哎，你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是不是那2个畜生对你招待不周啊？哦，不，今天呢，镇南镇北他们2位带我去船厂，
哦，赵家船长果然气度非凡。随后我就说要跟您合作做药材生意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您这2位儿子却劝我去贩卖福寿膏。福寿膏？啊，姨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意思，所以特地来告诉姨父。我看福寿膏乃是祸国殃民之物，还是不要经营的为好啊。这2个畜生！姨父，您千万不要动气。据我所知呢，他们2个好像对福寿膏本来就不了解，只要姨父好好教导，他们自然会明白的。哎。你上来呀！这么有兴趣啊？打扮成这样？很多东西我以前也没见过，现在不都见了？其实那天晚上，我答应云姐要回去的。那之后呢？这几天你都不回来跟我道歉，你知不知道那个龙少爷每天缠着我很烦啊？他没做过什么吧？他这个人怎么样？其实很好啊，他刚从东营回来，知道很多东西，人也不错。前几天在路上有一匹马受了惊，冲着那个孩子就撞过去了，然后表哥就过去把那孩子救了。哦，是吗？很不错，至少他是个正人君子。真是你的心里话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？不是吧？肯定不是。哎，你有什么话你就赶紧跟我说嘛。我大师伯昨天去过武馆。什么时候啊？他去武馆干嘛？比武。比什么武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昨天他过来比武，然后我们打了平手，我们最后决定明天在竹林决一死战。决一死战？我觉得你不会死的。你要是死了，谁当我的出气包啊？你真的这样想？难道你不担心我会死吗？也不是这样，我就是觉得你不会死嘛。其实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事情，想明白很多道理。哎呀，总之你快回去练武了。你要是输给那个断胳膊老头，多没面子啊！是不是要我给你做个面具，你带着回来见江东父老啊？不用了，我回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穿这身衣服啊，好像丑小鸭。哎，我下次不穿不就行了？哎呀！好啊，师傅，我还想再来一下。我的脚什么样子，我心里有数。对不起啊，师傅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心里难过，所以才这样的。师傅，不如等你脚好些了再练吧。不行，我的伤会好，霍元甲的伤也会好。何况这次胜算不是很高，还有桓帝帮着他。师傅有什么打算？
没打算，你去练功吧。还记得站桩的口诀吗？七降丹田，似笑非笑，似尿非尿，听万物之声，听行经走脉。总之说了很多，陈真悟性太低，记不了那么多。你爹怎么生你的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啊。师傅说我爹是武状元吗？那当然了，同治9年的武状元陈英，当年他随刘永福黑须军南下奠边府，7战7捷是吗？杀的那些法国的洋毛子，片甲不留。后来皇上听信谗言，要诛他9族，你舍命把他救出来，还和我爹金兰结义。师傅，这些你说了很多次了。你爹的坟埋在长城下面。真的？让他们进来。行了。这大概就是福寿膏吧。怎么样，两位？生意的事跟姨父说了吗？哎，你这人真奇怪。你既然让我们去说服爹去做这福寿膏的生意，你怎么跟爹说是我们要做的啊？就是，害得老爹把我俩一顿责打，还说让我们来向你赔罪。龙少爷，你这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就对了。我问两位，想必你们把跟我的谈话经过都跟姨父说了吧？可是他没有相信你们，却相信了我，这是为什么？实不相瞒，在我刚来静海的时候，你们的爹答应我，只要我入赘赵家，就把赵家所经营的所有生意全部交由我来掌管。放心，我自然没有答应，因为我知道姨父不会同意我去做福寿膏这样的生意的，所以我就借助二位博取他的信任。今后和我龙某一起发财的，不是你们的爹，是你们两位。那接着怎么样？后来我们选了个黄道吉日，在长城脚下结成异姓兄弟。我们还约定100年之后都葬在长城脚下，来共慰河山。那我爹最后葬在长城脚下了吗？你爹逃出长城后才死的，葬在了嘉峪关。你刚刚不是说他是逃亡到闽南才死的吗？现在怎么又变成嘉峪关了？我没骗你，我告诉你，闽南也有长城的。可是你以前说过闽南是在海边的嘛，怎么会有长城啊？要是闽南没有长城，那怎么能够抵抗外敌呢？也对啊，有长城的地方，洋毛子就不容易打进来嘛。我也不知道，洋毛子和中国人不一样，他们会变妖法。呵，洋毛子会变妖法呀？你记住啊，我死以后把我埋在长城下面。别，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。陈真这么蠢，怎么会记得啊？是啊，究竟长城在哪儿啊？你呀，真傻！长城是保卫京师的，当然在北边了。你往北边走就找到了。那就是说，闽南是在北边。哇，那闽南不是很美啊？有长城，有海鲜。姨父，这个对您的伤势非常有益处，
吃完以后您会功力大增，您可以试一试。啊，试试。试一试，1天1粒，到时候啊，您不管做什么都会觉得内力充沛。您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。好啊，您先吃吃看。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那我贴了。这膏药是老爷亲手热了给我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出去吧。那你休息吧。老爷。爹，怎么，好些了吗？比昨天大有起色，不过腰一发力还是不行。那只是皮外伤而已，迟早会好的。但你大师伯心里面的创伤，不知什么时候会好。其实不管受了什么伤，终究会好的。唉，对一个武师来说却不是。为了一个极致，哪怕血流成河。元甲，你记住，最强的斗志不是来自杀戮和仇恨，而是……行了，爹，这些我明白，不必再说了。你说什么？不，爹，你继续说。我现在就不说，我罚你到祖宗祠堂，一步一跪，一跪一叩，头头见响，从大门口一直跪到牌位下面。爹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不许问，出去跪！去！本谱乃先师姚天成总结各派密宗拳精华所创，共6636式，108番变化。其中最后3式乃姚师公自创绝技，其威力至强，却太过毒辣，出手必杀。汝必先行背下全谱，再熄灭祠堂烛火，方可练习，万不可被他人窥见。后天一战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出此3式。
倘若得胜，汝当尽快忘此招数，终身不得再用。吾儿谨记，父子。想来是师祖觉得这最后3世过于凶狠，连名字都不愿取。但愿这3世不出，我和大师伯之间已经有个了断。怎么这么快就熄灯了？难道真的学会了？师傅会不会太紧啊？嗯。